玄学小师弟，订阅不迷路。有一个叫王道成的测字大师，每年3月3庙会都会在皇家庙摆摊占卦。有一天，一个姓陈的男子来问卜求财，王道成让他写一个字，男子写了一个蜀字。王道成一看他写个蜀字，说：“这位先生，你马上就要发财了，恭喜你。”陈姓男子放下1元钱到过谢走了。旁边一位姓刘的男子也指着这个蜀字求占财运。王道成说：“先生，我劝你赶快回家，你再往远走，恐怕会破财，还容易有杀身之祸。”这个刘姓男子听了之后非常生气，指着王道成说：“他写蜀字，你说他发财，我写蜀就说我有杀身之祸。”说完就把卦摊踢翻了走了。到了傍晚，这个人一瘸一拐哭着回卦摊来找王道成说：“先生，快救救我吧，你测得太准了，我被强盗抢劫了，捡一条命才回来的。”王道成这才解释，其实并非我胡说，那个姓陈的写蜀字时恰好有卖米的经过，老鼠遇到米肯定有吃喝，所以我断他会发财。但是你指着这个字的时候，有个卖猫的走过去了，老鼠遇到猫不丢命，就算走运了，还谈啥财运？有，明朝崇祯皇帝在位的时候，听说来了个测字先生，非常灵验，就让一个官员打扮成老百姓去找测字先生问问国家的前程。这个大官找到了测字先生，顺手在纸上写了一个有字，问：“请问我们国家前程如何？”先生凝神看了一会儿，皱着眉说：“有字是大字去了一捺，明字去掉日字而组成的，这表示大明的江山已经丢了一半了。当时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国，明朝的大部分土地被起义军占领。大官一看有字不吉利，马上改口说：先生，我写错了，应该是朋友的有字。测字先生一看，眉头皱得更紧，说：这个字更加不吉利，大明的江山又在丢失，剩不了多少。大官一看又改口道：先生，我写错了，是申猴酉鸡的酉字。测字先生一看，惊慌失措地说：不好了，不好了，皇上要驾崩了。大官不解地问：怎么说？测字先生说：尊字说的就是皇帝了，尊字去掉头和脚就是酉字，皇上去了手和脚还能活吗？果然不久，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进北京，大明从此就被灭掉了，崇祯皇帝也上吊身亡。后记测字故事到这里就暂时结束了。故事里的测字大师们无一例外都是精通梅花艺术测算的高手。我们使用的汉字属象形文字，一个字常常可以拆成几个字，因此古人就经常用这种拆字法，结合字形结构测字时的环境，来判问询者事情的因果，从而预言吉凶祸福。关于测字的诀窍分享给你几点：写字时犬来左右非不及，取纸来写破碎者有可失；写字时猫叫有天丁之象，在船上写来问者主有虚境，在山上写来问者夏季冬不及。测字不仅用作预测，还被普遍用于作诗填词撰联，或用于隐语制迷酒令。三国时期对此有精彩的情节。三国时，曹操手下杨修博闻强记，聪明过人。曹操增选花园一处完工时，曹操前往视之，不至褒贬，只取笔在门上书一活字而去，因此门上写活变成破，表示气派之事。所以中国的汉字是非常有趣的。